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聊茶。之前呢，我们讲过了茶的起源，还有茶的6大种类，以及我们特别分享了绿茶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特别跟大家分享白茶。白茶呢，起初不过就是乡野之物啊，就是民间用它来消炎以及治疗荨麻疹。但是因为它逐渐的它的保健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，所以在这10年到20年啊，它受到更多的人的喜爱。白茶在制作工艺上可以说是最接近天然的一种茶了。我们都知道绿茶呢，虽然是不需要经过发酵，但是实际上它也是要经过杀青，也就是炒青、揉捻、晒干等等这一系列的制作流程的。但是白茶呢，它也不需要炒，也不需要揉，它只是需要在大自然中自然的与太阳、风相互作用。它是一款看天吃饭的茶，制茶的当地的小环境以及当地的气候对它都有影响。那同时呢，它也跟制茶人的经验与技术有很大的关系。正是因为它这样的属性，就造就了它淡泊清雅的特质。在我们现代人对健康、对纯天然越来越认可的年代，它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。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到白茶的时候，它实际上就深深地吸引了我，就是因为它的那一份清淡。它不像绿茶有那么大的寒气，因为它是轻微发酵过的，它却是有绿茶的那一种清香。白茶的2个主要的产区呢，就是在福建的福鼎和政和2个区域。那喜欢喝白茶的朋友一定都喝过福鼎白茶。那除了福建以外呢，近些年人们也尝试用云南的茶叶制作白茶。那云南的白茶呢，就可以分作月光白和古法白啊。月光白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啊，它的这个制作的时候需要经过太阳，它是在阴凉处风干制成。那古法白呢，就是传统的阳光加风一起把它晾晒干制作的白茶。白茶的制作工艺呢，非常的简单啊，但是呢，实际上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，其实一点都不简单，就是因为它是一款纯粹要看天吃饭的茶。那如果在制作白茶的过程中，自然的气候条件不是很理想的话，就有的时候就会有人工干预，这样的时候制作出的白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然的白茶了。所以大家在买白茶的时候，还是要自己实地的去品尝。这样人工干预过的白茶呢，它相对喝起来这个口味没有天然白茶那种天然的质朴的清香，它会有一种很浓郁的味道。大家逐渐喝白茶喝多了，可能也会有自己能够体会到那种白茶的清香，那也帮助你能分辨出市场上的真假白茶。整个白茶在中国的兴起也不过就是200年的时间。那对于将白茶划分为等级，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。白茶呢，可以划分为4个等级：白毫银针、白牡丹、贡眉和寿眉。我们一般对白毫银针的认识就是说，芽叶呢是像针一样，然后上面有银色的密密的一层白毫。白茶是一款看天吃饭的茶，白毫银针又是白茶中的顶级，所以白毫银针对采摘非常的讲究。那雨天不采，露水未干不采，稀瘦的芽不采，紫色的芽头不采，风伤的芽不采，人为损伤的芽不采，虫伤的芽不采，空心的芽不采，病态的芽不采，这个号称叫10不采。实际上这样的就是为了保证白毫银针的品质。白毫银针是属于这个顶级的白茶啊，它是属于只采一个单芽啊。那白牡丹呢，就是第2等级的，所以它采的是1芽1叶或者1芽2叶。到了贡眉和寿眉呢，就主要以芽叶为主哈，相对比较粗老，也就是当地的菜茶。那关于白茶的冲泡呢，也是要根据茶的品质来讲。那对于白毫银针来讲，因为它全是芽的嫩叶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水温要特别控制好，90度啊，不要超过90度。泡的时候呢，就是以30秒为宜，第一泡以30秒为宜，往后呢，每多一泡增加5秒。那对于白牡丹来讲呢，因为它是1芽1叶啊，所以它的水温你就可以掌握在95度。那对于贡眉和寿眉来讲，基本上100度的水也是 OK 的。对于3到7年的老白茶，我们就可以放得更粗放一点啊，煮起来比泡的会更好喝。
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啊，白茶有非常多的保健功效。比如在雾霾天，它就是我们很好的抗雾霾、保护呼吸道的一个日常的饮品。那白茶呢，对于清理自由基呢，也是有非常大的能力，就跟绿茶一样，它也是可以非常有效的清理自由基。我们都知道了，人体的衰老以及疾病啊，都和身体的自由基有关。所以呢，白茶呢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清理身体的这些自由基。那对我们女生来说，就可以当做一款日常的美容养颜的茶来喝，因为它又没有绿茶的寒气，所以对于不能喝绿茶的寒性体质人来说，那白茶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刚才也说了，白茶的制作是通过阳光和风的作用，有轻微的发酵。那我们买到白茶以后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家里让它自然的再去发酵，放个3、5年，甚至7年、10年、20年，把它制作成老白茶。那老白茶对健康就更有益处了。那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，就1年是茶，3年是药，7年是宝。白茶的头1年呢就是新茶，它相对发酵的程度比较低，所以呢它还是略带有寒凉的属性的。当你存放个3、5年之后，它经过天然的发酵，这个寒凉的属性逐渐慢慢的褪去了，那就会为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保健的功效。那陈年的老白茶还可以帮我们调节肠道的微生物群，增加益生菌的数量。那另外呢，白茶呢还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，增强我们抵抗病毒的能力。我是每天必喝的就是白茶。那今天关于白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后面关于黄茶、青茶、红茶、黑茶等等，我们还会陆续的跟大家做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我们下次见。